昨晚我养的2只猫偷跑出去，我找了整整1夜。刚才我低声下气想求主管准我1小时假去找猫，他居然当众让我滚。不就是2个畜生丢了吗？养个猫比对你亲爸妈还好，你这么孝敬过你爸妈吗？马上给我回去工作，不然这个月绩效全扣。主管，今天不管你说什么，我也要去找我的猫。你反了天了！你信不信？哎呀，陆总，你来的正好。这个苏曼上班想无故旷工，我已经狠狠教育过他了。好倒霉，怎么正好碰上老板视察？陆实验肯定也不会听我说的。看来这个月的绩效泡汤了。哎呦，陆总，您的东西掉了，我帮您。汤圆的项圈。汤圆的项圈怎么在你这儿？你把我的猫藏哪儿了？苏曼，你疯了！这可是陆总，你居然敢抓他的手！你们都给我待在外面。你跟我进来。看到了吗？陆总动真格的了。苏曼今天不脱层皮，别想走出盛世集团的大门。陆总，您要开除我，我也认了。但我求您告诉我汤圆在哪儿。夫人，你怎么才找到我？我自己吃拼好饭，把省下来的钱全给他们换成最好的进口猫粮，养得白白胖胖。结果一招巨变，我的猫竟然变成了我的顶头上司，身家1000亿的霸道总裁。这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事吗？你真的是汤圆？高冷霸总是我养的大肥猫？不是本猫还能是谁？这都进去15分钟了，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哼，依我看，陆总一句话就让他在海城彻底消失。还是王主管英明，咱们正好趁现把这个扫把星办公桌直接赶走，免得连累我们部门。陆总，那个不知死活的苏曼没冲撞您吧？要不要我现在就叫保卫处的人进来，把他直接丢出公司？给猫纸走远点儿，别打扰我们。走，这个苏曼什么时候勾搭上陆总了？主管，要不我们告诉江副总，他可是出了名的铁血手腕，而且还暗恋陆总，绝对会把苏曼扒层皮。没错，而且传闻江总还暗恋陆总，苏曼这次真的完蛋了。啊，左边一点，对，就是那里。既然你变成了陆总，那米米呢？你们当时是一起跑出去的。米米，哼，别提那只绿茶猫，我就知道你就是偏心它。他运气好着呢，一来就是空降的副总裁，叫江离。新来的江副总，他是米米。江副总，您来的正好，出大事了！有个底层策划不仅搞砸了项目，还潜入总裁办公室，意图勾引陆总。勾引陆时耀？对，那个苏曼最是手段下作，陆总现在肯定被他缠得脱不开身。江副总，这可是您在集团立威的好机会。咱们去会议室直接开除他。你说他叫什么？苏曼？没错，就是苏曼。陆总最讨厌这种不知廉耻的女人，她死定了。这个江副总怎么能跑这么快，和只猫似的？江副总，陆总有严重的洁癖，苏曼这次死无葬身之地。您等会儿进去直接发话，我连保卫处的人都叫好了。江总，您可算来了，苏曼就在里面，您快狠狠地收拾他。闭嘴！你给我滚到走廊尽头守着，没我的命令，谁敢靠近半步，我立刻开除他。是，我这就滚，你千万别手软。主人，米米好想你啊！死绿茶，你给我松手！曼曼是我的。你放屁！我是主人的贴心小棉袄，你这只只会掉毛的臭棉懂什么？都给我住手！
你们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人怎么可能变成猫？不说清楚，我立刻辞职。主任，你别生气，其实我们本就是盛世集团的继承人。对，很久之前，我们俩出了严重的连环车祸，醒来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猫，还受了重伤。当时我们快饿死了，是你把我们捡回了家。我们在猫的身体里待得太久了，天天只知道吃罐头和睡大觉，已经快把怎么做人给忘记了。前几天我们好不容易才变回人类形态，回到公司接管盛世，但因为当猫的后遗症太严重，我们现在只要情绪波动过大，脑子就会退化，甚至控制不住人形。怪不得前阵子财经新闻天天说盛世集团2位神秘继承人因车祸海外就医，2年来从未公开露面，闹了半天。你们这2个千亿大佬，过去2年全瘫在我的出租屋里骗吃骗喝。知道真相后的我，感觉整个世界都魔幻了。更要命的是，门外还有个阴魂不散的家伙。里面怎么有砸东西的声音？别抢了，耳朵，你们的耳朵露出来了。江总，需要我叫保安把苏曼拖出去吗？不要！苏曼，你怎么还站着？江总和陆总呢？陆总和江总正在进行极其激烈的行业方案 battle， 他们需要绝对的安静。什么声音？是陆总在清嗓子。王主管，你再不走，打扰2位老总的思路，你负得起责任吗？我走，我马上走。这哪里是当员工，这简直是在刀尖上当铲屎官啊！曼曼，你压得我喘不过气了。主人，猫条是被他抢走的，你要替我做主啊！你们2个以后在公司给我收敛一点，要是被发现了，我们3个都得完蛋。为了不让陆时宴动用特权开除王主管，从而暴露身份，我决定靠自己的实力在公司站稳脚跟。苏曼，这是盛世集团下季度的 S 级新品策划案，明早9点开会要用，你今晚把它做出来。明早？这可是整个部门1个月的任务量。做不出来，那就证明你能力不足，明天自己收拾东西滚蛋。公司不养闲人，还愣着干什么？好，我做。跟我斗，今晚累死你也做不完，明天看你怎么死。深夜的公司空无一人，我对着如山的报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汤圆、米米，你们怎么来了？我惊呆了。谁能想到，堂堂1000亿总裁半夜变成猫，来帮员工做 Excel 表格。汤圆，这个数据不对，应该是第3季度的。米米，帮我把那个红色的文件夹推过来。有了这2个拥有人类智商的超级外挂，这 S 级策划案稳了。第2天一早，董事会如期举行。王主管看着我眼底的乌青，笑得像只偷腥的老鼠。苏曼，这可是 S 级项目，你要是拿不出东西，今天就引咎辞职吧。怎么会这样？我昨晚明明保存了。哎呀，文件损坏了，这可不能怪电脑，只能怪你工作不严谨。各位董事，我提议立刻开除苏曼。谁说要开除他？陆总，苏曼搞砸了 S 级策划案。是吗？那这是什么？苏曼昨晚做完后，特意打印了一份备用交到总裁办，我看了，堪称完美。我感激地看着陆时宴，他不仅帮我做了表，还帮我留了后手。这怎么可能？这份策划案逻辑缜密，数据精准。从今天起，苏曼晋升为项目组长。陆总英明，那苏曼的位置空至于出来。你王主管，连员工的辈分都确认不好，降职为副组长，给苏曼打下手，你的好日子到头了。王主管，升职后，我成了王副管的顶头上司，但他贼心不死，每天都在暗中盯着我，企图抓我的把柄。苏组长，陆总叫你去办公室汇报工作，我跟你一起去旁听吧。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那怎么行？我作为副手，必须时刻学习。开始汇报吧。完了，猫咪无法拒绝红外线光点的本能发作了。陆总，陆总，您这是在干什么？陆总这是在做颈椎拉伸操，久坐伤身，对吧，陆总？对，苏组长说的对。我简直要崩溃了，按住葫芦起了瓢。苏曼，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江副总这是在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多谢江总栽培。被连番羞辱的王主管彻底黑化了，他知道明刀明枪斗不过我，便开始玩阴的。这是盛世集团的核心客户名单，千羽公司答应我的300万尾款什么时候到账？事成之后自然少不了你的。你想怎么做？
这是我偷配的苏曼的私章，我已经伪造了一份苏曼和你们千羽公司交易的转账协议。苏曼，明晚的集团年度晚宴就是你的死期，我要让你身败名裂，去牢里蹲一辈子。年度晚宴在海城最大的7星级酒店举行，全集团的高管和媒体都到了。曼曼，你今晚真美。等晚宴结束，我有话对你说。陆总，注意影响，好多人看着呢。主人，那个海鲜罐头，哦不，海鲜刺身真好吃，你快去尝尝。看着他们两人，我心里涌起一阵暖意。可我不知道，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向我逼近。晚宴进行到最高潮，所有人都在举杯庆祝盛世集团本季度的辉煌业绩。天哪，那是核心客户名单的转让协议，收款人是苏曼，他竟然是千羽公司派来的商业间谍。各位董事，各位同仁，我实名举报项目组长苏曼，他为了区区300万，竟然出卖集团核心机密给死对头千羽公司。那一张是伪造的，我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证据确凿，你还敢狡辩？保安呢？把这个商业间谍给我抓起来，立刻报警！周围全是鄙夷和谩骂的目光，我百口莫辩，浑身冰冷。谁敢动他？王主管，你这出戏演够了吗？陆时宴站在台上，宛如掌控一切的帝王。王主管被他的气场震得后退了半步。陆总，证据都在屏幕上，您不能包庇这个内鬼啊！证据？你所谓的证据，就是这堆废纸。这是苏曼的私章，我已经伪造好了协议，明晚我要让他身败名裂。这不可能！我明明是在隔音茶水间说的。王主管，你不知道这世上有一种东西叫超灵敏听力吗？你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我听得一清二楚。我恍然大悟，猫咪的听力是人类的好几倍。江林这是利用种族天赋拿到了铁证。法务部何在？王主管涉嫌伪造公章、商业诽谤及侵犯商业秘密，立刻报警，移交司法机关。陆总，江总，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错了，饶了我吧！晚宴风波后，陆时宴成了全公司的焦点，但他现在的情绪似乎有些过于亢奋。曼曼，我昨晚保护了你，你要怎么奖励我？陆总，现在是上班时间。你的耳朵，快收回去！我控制不住，我太开心了，主人。陆总，关于下个季度的财报，我需要和你核对一下。完了，副董要是看到这双耳朵，陆时宴会被当成怪物抓去做研究的。陆总，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副董别过来，陆总他突发严重偏头痛，绝对不能见光。偏头痛需要抱这么紧吗？这是最新型的物理压迫疗法。副董您先出去，陆总现在很痛苦。王主管砸锅卖铁交了天价违约罚款，免于牢狱之灾，但他彻底倾家荡产了。陆时宴、苏曼，你们害我一无所有，我绝不会放过你们！千羽公司的李总吗？对，是我老王。我手里有盛世集团下半年所有供应链的底牌，只要您收留我，我保证让盛世集团的新品发布会彻底流产。既然我在海城混不下去，那大家就同归于尽。我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为了防止这两只祖宗在公司因为极度疲惫而随时掉马，我竟然主动把自己的顶头上司和副总旗打包带回了家。本以为是贴身保护，结果我的牛马生活彻底雪上加霜。死绿茶，你能不能注意点吃相？把地毯都抓起毛了，明天本总裁扣你中奖。白天在公司我让你3分，回了家大家都是妈妈的猫，你少拿总裁的架子压我。都给我闭嘴！再吵的人
今天晚上统统去阳台睡纸箱子。曼曼，今天公司开会太累了，本总裁现在脑子全是猫爪在挠，必须睡在你的枕头边才能恢复精力。妈妈别理他，思敏跟体型这么大，一个人占了半张床，我要挨着妈妈睡。你们俩够了没？啊！都给我滚下去！同居生活虽然鸡飞狗跳，但白天在公司，我们依然得维持着严苛的上下级关系。可我没想到，被开除的王主管阴魂不散的报复来得这么快。喂，你好，我是苏曼。什么？西郊第3仓库那边的原料供应商突然拒绝签字，明天新品就要召开发布会了，这时候卡合同。哈哈，苏曼，意外吗？那批核心原料已经被我暗中拦截了，想拿到最终合同，就一个人来西郊仓库，迟到1分钟，我就把原料全烧了。王主管，你已经被公司开除了，你这是在犯罪！喂喂。哈哈，贱人，你还真有胆子一个人来啊！黄主管，你知不知道盛世集团的法务部能让你把牢底坐穿？天宇公司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值得你这么拼命？少拿法务部吓唬我！老子因为你被开除，还背了天价违约金，早就一无所有了。天宇公司的黄总说了，只要老子今天在这里抢走你供应链原始核桃，就给我一笔能出国逍遥的巨款。哥几个上，把他手里的包给我抢过来！要是这女的不老实，就给我狠狠的砸！出了事算我的！看着那几个手持钢管步步逼近的壮汉，我心里一片绝望。可忘了，我的猫耳朵和嗅觉可是极其灵敏。活猫！汤圆，你怎么会在这里？蠢人类，谁让你一个人来这种地方的？你知不知道本总裁差一点就找不到你了？陆实验，你先放开我，没事儿。有惊无险的被陆实验带回家后，本以为能松一口气，结果狭窄的客厅里却燃起了比白天更可怕的硝烟。主人，本总裁今天为了救你，猫爪都拉伤了，晚上必须吃2根高级金枪鱼猫条，还要你亲手喂。我只是想让姐姐开心而已。陆实验，你个死绿茶，你少在这里跟妈妈装可怜！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借着英雄救美，吃妈妈豆腐。你居然瞒着我偷偷去救人，你把本喵放哪里了？米米别生气，汤圆真的是顺路。哎呀，不理他了，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好不好？哼，不好，男人没一个好东西，连男猫也一样。妈妈，你是不是喜欢上这个满脑子废料的死免根了？你有了他是不是就不要米米了？怎么会？你们2个对我来说一样重要。江离虽然平日里骄纵傲娇，但他其实比谁都心思细腻。他只是太害怕了，他会再次变成那个在雨夜里被抛弃的流浪猫。米米，以前在街上是你一直保护着病重的汤圆，在我的心里，你永远是第1位的小猫，谁也替代不了。哼，算你有点良心。江离，我知道你担心什么。2年前我们在垃圾堆里相依为命，2年后是曼曼给个家，我用盛世集团的名义发在一天，就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他，更不会让你无家可归。你要是敢让他掉一滴眼泪，本喵就把你的总裁办公室沙发全部抓烂。妈妈，虽然这个死傲娇平时很讨厌，但我也希望有人能像你爱我们一样好好爱你。温馨的同居日子还没过几天，王主管的疯狂报复就以更加残忍的商业战争形式卷土重来。苏姐，那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下班了。好，辛苦了，明天发布会千万不能迟到。苏总监，不好了！千羽公司刚刚召开了紧急发布会，他们展示的新品方案和我们明天要发布的核心产品一模一样。你说什么？这不可能！我们的方案是全加密的。苏曼，由于你的严重低级失误，导致公司1000亿项目数据泄露，你必须为此负全责，立刻卷铺盖滚出盛世！都给我闭嘴！本总裁用手里10%的盛世股权做担保，苏曼绝不可能泄密。虽然陆实验在公司力排众议保下了我，但所有人都知道，明天的发布会如果拿不出铁证，我和他都将万劫不复。
看着吧，盛世集团这次剽窃我们千羽公司的核心方案，马上就要身败名裂了。苏总监，请问盛世集团对这次公然抄袭千羽公司的行为有什么要解释的吗？请大家看大屏幕。报应啊！王主管以为他找人黑进系统删光了我的数据就能看我的笑话，但他太低估一个兼职程序员的猫奴的警惕性了。看好戏。不好意思，刚刚只是个防盗防黑系统自检的小插曲，但这并非全部。接下来才是盛世集团要展示的真正核心。只要你把苏曼电脑里的备份删干净，再把这套假方案卖给千羽，少不了你的好处。王主管，千羽公司昨天抢先发布的不过是我上周随写的一个故意报错稿，真正的新品核心，你觉得我会放在公司的公共网络里吗？打折就要打7寸。既然王主管喜欢商业间谍这一套下三滥，那我就顺手送他一份这辈子都还不完的法网大礼包。这是怎么回事？王主管，你竟然用假的废弃方案欺骗我们千羽，导致我们蒙受毁灭性名誉损失！我们公司将正式起诉你，追究你所有的违约责任。不是的，王总救我，是苏曼这个贱人陷害我。盛世集团法务部也已经把证据同步提交，王主管涉嫌非法窃取商业机密、恶意栽赃，名下所有资产将依法无限期冻结，等待法庭清算。不要，我不想坐牢。赢了这场硬仗后，我拒绝了所有高管递过来的敬酒，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吹吹风，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一定在等我。陆总，不去参加庆功岁，一个人躲在这里偷懒。曼曼，本总裁才不稀罕那些无聊的应酬，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曼曼，这2年我作为汤圆，习惯了每天睁眼闭眼都是你。现在作为陆时宴，我更无法忍受生命里没有你。我不想再当你的宠物了，我想做你的男人，可以合法保护你的男人。笨蛋汤圆，你以为你在车库变身救我的那天，我还没看清自己的心吗？我沉浸在甜蜜的恋爱和升职的喜悦中，却低估了一个输掉一切、彻底陷入癫狂的亡命之徒能有多恶毒。苏曼、陆时宴，你们把我害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老子就是死也要拉你们下地狱！妖怪！陆时宴竟然是个长着耳朵的妖怪！王主管在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而他的第一步试探，差点在全公司高管面前无情地扒掉陆时宴和江离的人品。奇怪，这是什么味道？你的死期到了。江离，不好，这是强效猫薄荷。陆总、江总，你们的脸色怎么这么红？需要叫医生吗？猫破叶和超声波的双重折磨，让陆时宴和江雷的意识防线彻底崩溃。更糟糕的是，王主管根本没打算给他们喘息的机会。都别动！家人们快看啊，这就是盛世集团的千亿总裁，他们根本不是人，他们是会变身的猫妖。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以及盛世的股东，王主管因为商业间谍罪被开除，如今怀恨在心，利用非法精神类违禁药物，试图对陆总进行人参投毒。
陆总自幼患有严重的特定猫科类气味重度过敏性哮喘，王主管为了一己私怨，公然在中央空调投毒，并用伪造的特效视频进行封建迷信造谣，法网恢恢，保安已经在楼下。王主管被带走调查了，但因为证据链还在补充，他很快被保释了出来。而他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封沾着血迹的勒索信直接寄到了我的工位上。3天内准备1000万现金，并让陆时言转让盛世30%的股份，否则我就把陆时言变身完整视频发给境外科研机构，让他这辈子都躺在实验台上。这个杂碎，看来上次给他的教训还不够。妈妈别怕，大不了本喵去咬断他的脖子，绝对不让他威胁到你。不行，现在是法治社会，他既然想要钱，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彻底送他去他该去的地方。想要让王主管这种亡命之徒彻底翻不了身，就必须拿到他亲口承认勒索的铁证。为此，我决定拿自己当诱饵。不行，我绝对不同意你一个人去见那个疯子，万一他狗急跳墙伤害你怎么办？汤圆，动动你的猫脑子，他要的是盛世的股份和钱，在拿到东西之前，他不敢动我。更何况，你们不是会暗中保护我吗？王主管把交易地点选在西郊那个没有信号的废弃地下车库，就是为了防备我们报警。但也正因为没有信号，那地方最适合动手。那就这么办，这一次我们要让他有来无回。深夜的废弃车库寒风刺骨，皮鞋踩在积水上的声音在空旷的空间里显得格外毛骨悚然。但我知道有两股熟悉的事正隐藏在黑暗中注视。苏曼，你果然准时。钱和股权转让书呢？东西都在这里，王主管，收了这笔钱，把底片交出来，从此滚出海城。王主管，游戏结束了。苏曼，你敢耍我？你真以为我不敢陆实验是个怪物的秘密发出去吗？王主管，你敲诈勒索金额高达1000亿，你觉得你还有机会把视频发出去？我以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但我漏算了一点。王主管知道陆实验和江离是猫，又怎么可能不准备针对猫的武器？哈哈，老子早就防着那两只畜生了，都给我滚出来吧！该死，这个频率！妈妈，快跑！现在没有这两个畜生护着你，老子先弄死你，再去把他们卖给研究所。看着那根高高举起的钢管，我承认我有1秒钟的慌乱，但在职场当了这么多年牛马，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永远要留一副后手。王主管，你是不是忘了，这里虽然没有手机信号，但盛世集团上周刚刚发射了独家商业应急卫星。你什么意思？从我踏进这个车库开始，你刚才所有亲口承认的敲诈勒索、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以及蓄意谋杀的言论和嘴脸，已经通过卫星信号实时直播给了全网数百万观众。你觉得你手里的底片现在还有价值？超声波停止的那一刻，攻守之势瞬间逆转。动我的人可以，动我的猫，天王老子来了也得掉层皮。杂碎，谁给你的胆子碰他？不可能，陆师爷，我的直播。哼，敢用破铁笼子关本喵，下半辈子去监狱里抓老鼠吧。法律可能会迟到，但在盛世集团1000亿法务部的联合绞杀下，王主管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被告人王某因涉嫌数额极其巨大的敲诈勒索罪、蓄意谋杀罪、商业间谍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完了，全完了，我的一生都毁了。这个噩梦终于彻底结束了。以后有我在，谁也别想再成为你的噩梦。经历了这一场场轰动全城的危机公关，我也终于从那个每天被主管辱骂、加班到深夜的底层牛马，迎来了属于我自己的职场加冕。苏曼女士在多次面临集团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公关能力与卓越的领导力。我代表董事会正式宣布，正式任命苏曼女士为盛世集团大中华区市场总监兼首席公关官。谢谢大家，未来盛世将由我来守护。妈妈太帅了！升职加薪后的日子美滋滋，而江离也彻底放下了对陆时宴的芥蒂。只不过他现在的乐趣变成了利用副总裁的特权，合情合理的整顿陆时。跟我斗，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段位的战五渣，这就叫绝地反击，分分钟把你打得找不着北。妈妈，我已经利用副总裁的特权，批复了陆时宴去非洲考察野生猫科动繁育基地3个月的方案。今天下午的飞机。米米，你又折腾他，他回来非得找你算账不可。公司没人了吗？派我去非洲？江离，你个死阿娇，你就是嫉妒曼曼昨天晚上给我做饭了。略略，死傲娇，你就一个人在非洲吃沙子吧。妈妈现在是本喵一个人的了。出差回来的陆时宴忍无可忍，一落地就黑着脸做了一个决定，他必须立刻用婚姻把这个蠢人类彻底套牢。江离偷家。这个方案太土！什么叫在公司拉横幅？我看你们是想让我在全公司面前丢脸。本总裁求婚必须是全城独一无二的，全部推倒重做。散会。陆总，那包下全城最大的空中花园，用1万架无人机表演，您看行吗？无人机的图案必须本总裁亲自设计，要有一只大猫爪把一颗心死死按住的图案。还有求婚戒指的粉钻必须是全球最大的那一颗。为你戴上这枚戒指，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陆太太了。我以为那天只是一个普通的周年纪念晚宴，直到我被蒙上眼睛，带到了海城最高的空中花园。汤圆，曼曼，你救了我2次，一次是在那个冰冷的雨天，把我这只流浪的汤圆抱回家；一次在深渊里，用你的温柔救赎了陆时宴。余生，请让我做你一辈子的专属猫咪，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嘴角，你这个笨蛋大猫。婚后的生活温馨平淡，却又处处充满了让人啼笑皆非的猫飞狗跳。小家伙，多吃点，你长得真可爱。你们呀，